你問了個非常好的問題，說，焦老師，這個你說屁股決定很多，決定人的智商，決定人的健康，決定人的內分泌，決定人的成長，這就是文化的不同，它的集體潛意識絕對不一樣。我說的屁股決定你的智商，那有人會說，那西方人的屁股肯定比中國人屁股寬，因為它是一個相對比例。它是什麼呢？就是屁股這個地方的骨骼的結構的空間大，智商太高。不是肉多而智商高。我說的智商高是，你看你觀察一些那些財團的大老板，他屁股都是寬的，他那個骨骼的結構內部的空間是大的。你看很多人非常胖，他的肉就像一个口袋，往前一走咵甩过去，往後一走啪又甩回來，那不是肉啊！跟大家講，那可不是肉，那是什麼呀？那是水，那可是水分啊！他們有一個習慣，什麼習慣？他們濫用止疼藥。而止疼藥都帶有激素激素的效應。你看吃激素都知道，我們會產生各種長肉的地方向心胖也好長那種赘肉。其實他們那種赘肉讓這個屁股長起來像吹起來的氣球一樣，走路那屁股呼來回，像暖水袋，其實裡邊是水。對，我也調研過他們，我這個博士論文就寫的這個文化心理學，就是不同地域的文化造就的多元化心理狀態。其實這樣的人呢，他處在一種什麼樣叫慵懶狀態？因為激素進入人的身體，會造就你的身體，調動你身體所有器官的潛能，然後呢，去抵禦疼痛或抵禦系統破壞產生的不平衡，它對人體的傷害非常大。那這是一點他長期的濫用止疼藥和激素。其實第二點，大量的食用的高糖高熱量的飲食，它也會產生大量的脂肪。我說的肉其實不是脂肪，我說的肉其實是什麼呀？是有用的肉，你知道嗎？有用的肉，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其實西方人和東方人最大的區別就是西方人連接的是大自然，東方人和親情家人連接的更多，特別是中國人把親情看得非常重，反而與大自然連接呢其實是弱的。而且我們的地域也一樣，你現在中國人口多，人口众多，你在中國找個沒人的地方，那麼太難了。但你在美國、加拿大找個沒人的地方，那太容易了。你找個有人的地方反而不容易。所以你看屁股這個位置它下半部，特別屁股垂這個地方，它是連接的祖先和連接的我們說的叫遺傳和大自然的連接。非洲人也一樣，看他的屁股比較翹，你看向後翹的屁股代表挑戰，代表野性。我也研究過西方人，發現他們如果缺失父母的陪伴，屁股也照樣相對的是干瘪的。我在加拿大的時候也給很多的外國人做過心理諮詢，做過身體的個案，做過身體的疾病的調整，會發現其實原理一模一樣，只要你是人，其實它的整個的原理是一樣的。這個屁股決定的智商，經過研究也是一樣人的屁股的內部的空間，就是你的骨骼內部的結構越鬆弛越有彈性，內部的空間越靈活，這樣的人才智商高。判斷一個人的智商要去綜合的去判斷不是用尺寸去判斷我說的你豬的屁股肯定也比人大，大象的屁股也比人大，那它一定要高嘛？它其實是一個對比性的針對你的體型狀態它的比例如果是寬的，空間是大的，這樣的人智商太高。